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年通鉴。话接上回，帝尧72年，虞宋摄政以后，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水患问题。这个问题从前面几代帝王时期就已经产生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青藏高原包括西藏和青海，青海有个青海湖，还有个柴达木盆地。前面几代帝王的时期，青海发生了大地震，地震导致山体崩裂，将整个黄河阻断，无法东流的河水在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慢慢堆积，最终青海成了名副其实的海洋。但是这样的危险在当时并没有人认识到，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蓄积的水量是天文数字，再叠加青海平均2-3千米的海拔，充沛的水能一旦爆发就将是灭顶之灾。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中华文明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会选择迎难而上，会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妥协逃跑或者投降。第一个被派去治水的人是共工，因为诸侯共工是距离青海最近实力最强的一位诸侯。这个时候青海刚刚形成，水量非常大，而且由于当时热带雨林气候，降水非常多，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治理。共工努力了很久，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构造堤坝防范洪水侵袭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虽然没有完全治理好洪水，但是也保障了暂时的安全。这个时候，以玄霄逐渐老去，诸侯们争夺天子之位，最终季颛顼得到了支持最多。但是共工治水劳苦功高，也得到了一些诸侯的支持，希望登上天子之位。但是蒋共工是炎帝禹往的4世孙，属于神农氏诸侯，不是皇帝有熊氏诸侯，因此没有得到大多数诸侯的认可。为了争夺天子之位，蒋共工出兵和季颛顼在不周山展开了大战，失去了共工治水大军的维护。在双方大战之时，忽然听见雷声响动，一条黄褐色的巨龙自西向东奔涌而来，原来是青海的堰塞湖决堤了，洪水沿着黄河河道喷涌而出，关中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全部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洪水爆发以后，双方来不及大战，慌忙向高处逃去。季颛顼和少部分人侥幸逃命成功，共工和大部分人都淹死了。活下来的人，大家基本上都躲在山区勉强生存。共工死后，季颛顼出于政治平衡，任命共工的儿子巨龙为土镇，接替共工继续加筑堤坝防范洪水。到了尧帝时期，青海再次决堤，这次在诸侯的支持下，四拱被推举为治水领袖。四拱治水9年，劳苦功高，在诸侯的支持下准备挑战天子之位，结果惹怒了帝尧，被帝尧以治水不成功的名义贬到了东方的羽山诸侯，并且不明不白死在了那里。接下来帝尧被自己信任的女婿和助手虞宋软禁。虞宋摄政后，再次和诸侯商议推举治水领袖，但是一连2任治水领袖都不得善终，诸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份工作，不是推脱说自己不懂，就是说自己还有其他事正忙，反正没有人愿意去做。大家都知道，不做事就不会错，做事就一定会有错。做这个事情大概率不仅落不得好，而且还不得好死。虞宋千丝万缕，最终发现除了四拱的儿子司虞以外，没有其他人选。因为司虞追随他的父亲四拱已经治水多年，除了他之外，其他人都没有他这么有经验。而且司虞非常聪明，政治能力非常强，得到了很多诸侯的认可和支持。虽然虞宋也担心司虞会像他的父亲司拱一样，借着治水之功会挑战自己的天子之位，但是此时也没有别的其他选择，只能勉强任命他为新的治水领袖。在成为治水领袖之前，司虞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参与治水很多年。司虞知道洪水是很难完全治理好的，治水一旦失败，不仅得不到半分功劳，还会成为天下的罪人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司虞决定治水3分军事7分政治。首先，司虞开始着力塑造个人形象，3过家门而不回，得到了大家的夸赞，都说司虞是个为了工作连家都不顾的人，是个非常努力的人。其次，司虞给自己打造了水陆两栖的车辆，坐着这个车辆把全国各地跑了一遍，有的地方甚至跑了很多遍。所有地方上的诸侯都认识了司虞，并且在与司虞相处的过程中，为司虞的个人魅力所折服。第三，司虞改变了自己父亲四拱过去的治水方式。四拱希望依靠城防工程，以云防治水的方式治理洪水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是并没有完全治理好。因此，司虞采取了疏导和堵塞相结合的方式。另外，司虞对于虞宋非常尊敬，
对于宋的命令丝毫不打折扣的去执行。第四，司宇在治水过程中从不因为困难太大而放弃，因为他也不能放弃，如果放弃，等待他的可能就是他父亲那样不明不白的结局。我国有一个俗语叫做鲤鱼跳龙门，龙门就在今天的三门峡附近。龙门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山西南部有个中条山，中条山的余脉在三门峡附近刚好阻断了黄河河道，因此黄河在三门峡附近排水不畅。这个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因为它状若砥柱，因此被人们称为砥柱山。中流砥柱这一成语就点出于此。这个地方因为有三座山，因此被称为三门山。大禹凿开砥柱山后被称为山门峡。为了畅通黄河河道，司宇率领部下发誓要把这座山凿开，给黄河水道凿开一条奔腾向东去的通道。这个工程在司宇治水的过程中是最大的移山工程，也是最艰难的工程。司宇率领部下在黄河的三门峡对着黄河核心的砥柱山，不知道凿了多少时日，终于凿出了一个门缺状的缺口。有了这个缺口，黄河水不再受到阻拦，奔腾向东奔流而去。我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愚公移山。愚公移山最早是愚公移山，讲的就是司宇开凿砥柱山的故事。后来千年来以讹传讹，变成了愚公移山。因为砥柱山这个门缺状缺口是司宇带领部下凿出来的，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禹门。后来人们发现经常有成千上万的鲤鱼聚集在禹门下，便有传言说鲤鱼只要跳过了禹门就可以变成龙，因此禹门又渐渐的在民间演化为龙门。而鲤鱼跳龙门又成为人们有志趣、有追求、有梦想的隐喻。司宇把自己能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，剩下的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。什么是天命？宇宙环境对地球的影响，这就是天命。尤其是太阳黑子和耀斑，它们的爆发对于地球的环境影响非常大，这就是最重要的天命。什么是得到了天命，气运加深，做好自己能做的一切，恰好宇宙环境的变化导致气候、经济等变化，符合了我们努力的方向，这就是得到了天命，气运加深。司宇的运气非常好，由于太阳的运动变化，地球的气候逐渐又变冷，气候变冷之后，降水也随之减少，再加上司宇凿开了龙门，给黄河开辟了奔腾向东去的通道。很快，整个关中、河东以及中原大地洪水基本退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司宇的名声整个天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虞宋也明白，司宇治水成功之后，便会挑战自己的天子之位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虞宋3年，虞宋召集众臣考核大家的业绩。虞宋询问诸侯，谁的功绩最大？诸侯们一致推举说，司宇治水功绩最大，应该尊称他为大禹。至此，虞宋明白，大禹在治水过程中跑遍了全国各地，已经得到了多数诸侯的支持。而且大禹也是皇帝有熊氏的后裔，他是有资格登上天子之位的。什么是禅让制？禅让制就是从皇帝有熊氏诸侯中推举最优秀的诸侯担任天子。帝宋32年，大禹在诸侯的支持下，强迫虞宋任命自己为摄政，总理朝政，统帅百官。帝宋33年，大禹强迫帝宋在神宗庙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自己。这一切就像虞宋当年在文庙强迫尧帝禅让天子之位给自己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一话。